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俄亥俄有一個叫做 Sandusky County 嘅地方，呢度嘅民風淳樸，人情味濃，犯罪率低，亦都係美國最適合居住嘅地方之一。2015年 Hector 喺出門返工之後就離奇失咗蹤，當警方揾到佢嗰陣已經太遲啦。但係之後負責調查嘅警探就鋃鐺入獄，當年究竟發生咗乜嘢事？28歲嘅 Hector 係一位單親媽媽，佢有一個5歲嘅女 Mackenzie。Hector 喺一間生產電器嘅工廠度工作，為咗俾個女更好嘅生活，佢利用公餘嘅時間喺護理學院度上堂，並完成咗所有課程。只要通過考試，就可以成為一位合格嘅護士啦。Hector 本來仲滿心歡喜咁對未來嘅新生活充滿期待，但係佢嘅考試就唔合格。當佢將呢個消息話俾細佬知嗰陣，細佬唔單止冇安慰佢，反而仲嘲笑佢係一個死蠢。心情唔好嘅 Hector 又喺呢個時候同女朋友 Carmela 炒咗大鑊，最後仲搞到分手收場，令到佢煩上加煩。雖然 Hector 受到咗事業上同埋感情上嘅連環打擊，但係佢都係收拾咗心情，返到工廠繼續返工。2015年4月8號，負責夜間嘅 Hector 喺夜晚10點就嚟到咗工廠返工。時間嚟到咗4月9號清晨， Hector 收工之後就離開咗工廠。工廠嘅閉路電視影到 Hector 喺早晨6點17分就離開咗工廠，之後就消失喺夜空中。直到下晝 Mackenzie 喺放學之後一直都冇等到媽媽過嚟接佢。Hector 好錫個女，佢之所以會選擇返夜更，就係為咗可以有更多嘅時間同個女相處，所以佢從來都冇試過唔接個女放學。校方一直都聯絡唔到 Hector， 就連 Hector 嘅屋企人亦都揾唔到佢。佢哋擔心 Hector 俾人綁架，所以即刻報警。警方好快就展開咗搜查行動。4月10號，亦即係 Hector 失蹤嘅第二日，警方喺距離 Hector 公司幾公里外嘅一棟公寓嘅停車場發現咗佢架車。警方打開咗車尾箱，入邊瞓住嘅正正就係 Hector 凍冰冰嘅遺體。Hector 嘅身上着住一件大碼嘅米奇老鼠 T 恤，佢嘅背部中咗2槍，子彈直接刺穿咗佢嘅心臟，導致佢死亡。佢嘅手上有多處嘅防禦性傷痕，生前應該係同兇手發生咗打鬥。除此之外， Hector 一頭金色嘅長髮亦都俾人剃光咗，10隻手指嘅指甲亦都被剪到相當徹底。相信係兇手驚自己喺打鬥嘅過程中留低咗 DNA， 所以先至會咁樣毀滅證據。車上冇彈窿，血跡亦都唔多，所以架車並唔係第一案發現場。另外 Hector 身上嘅 T 恤明顯唔係佢嘅 size， 上面亦都冇彈窿，相信係兇手喺作案之後先至幫佢着上去嘅。Hector 遇害嘅消息曝光之後，小鎮嘅居民都感到好震驚，大家紛紛走上街頭，要求警方快啲捉到兇手，為 Hector 伸張正義。另外 Hector 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亦都喺網上發起咗眾籌，希望可以為 Mackenzie 籌到未來嘅生活費。大家都用實際嘅行動支持，金額亦都好快達咗標。警方亦都非常重視呢單案。案件嘅負責人 Sean 警探好快就展開咗調查，希望可以早日將兇手逮捕歸案。Sean 警探好快就將目標鎖定喺 Hector 嘅前女友 Carmela 身上。Carmela 係 Hector 喺工廠嘅同事，佢哋喺埋一齊已經1年嘅時間啦。案發嘅前一日晏晝，佢哋先啱啱發生咗激烈嘅拗撬，最後仲搞到分手收場。Sean 警探 check 咗 Carmela 同 Hector 喺嗌交當日嘅短信內容，入邊充滿咗各種難聽嘅說話，睇得出雙方當時都非常之嬲。不過喺調查咗 Carmela 喺案發當日嘅電話信號記錄同埋反覆咁對佢問話之後， Sean 警探排除咗佢嘅嫌疑。之後 Sean 警探將目標放咗喺一個叫做 Kiona 嘅單親媽媽身上。Kiona 居住嘅地方就係發現 Hector 遺體嘅嗰棟公寓。
當警方向佢問話嗰陣，佢表現得有啲猶豫，似乎唔想同警方合作。巧合嘅係 Kiana 喺4月9號，亦即係 Hector 失蹤當日，喺 Facebook 度出咗一個 post。我唔敢相信啱啱發生咗乜嘢事，因為發癲殺人而要坐8到10年監。呢個 post 睇起嚟就好似係承認咗自己啱啱犯下咗啲乜嘢罪行。另外，有人曾經見過 Kiana 着住一件紅色嘅米奇老鼠 T 恤，而呢件 T 恤嘅款式同 Hector 身上着住嘅 T 恤一樣。仲有一點就係喺 Hector 被發現嘅嗰晚，一個叫做 Omar 嘅男人當時就出現喺 Kiana 嘅屋企。Omar 有案底，佢曾經因為持械同埋擅闖民居而坐咗幾年監。Kiana 有時會同 Omar 買大麻，所以佢當日先至會出現喺嗰度。經過調查之後，Sean 警探發現 Omar 最近啱啱偷咗一支槍，而呢支槍竟然同殺死 Hector 嘅手槍類型一樣。雖然 Sean 警探冇揾到呢支槍，不過有線人同佢講，仲有一個叫做 Kerry 嘅男人亦都有涉案。Kerry 係 Omar 嘅朋友，喺警局亦都有案底。線人話佢見到 Kerry 將手槍裝咗入一個黑色嘅膠袋，跟住就掟咗入河。Sean 警探即刻就叫咗蛙人隊潛入河道進行打撈，可惜並冇揾到所謂嘅兇器。事實上，確實冇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佢哋3個人同呢單案有關。首先， Kiana 的確係擁有一件紅色嘅米奇老鼠衫，不過嗰件衫係衛衣，並唔係 T 恤。另外， Kiana 喺 Facebook 上嘅 post 其實係喺度為前男友打抱不平。佢嘅前男友啱啱因為毒品罪而被判入獄10年，而一啲殺人犯就因為聲稱自己癲咗，所以只係需要服刑8到10年。佢認為咁樣好唔公平。最重要嘅一點係，鑑證人員之後喺 Hector 嘅指甲度採集到兇手嘅 DNA， 經過比對之後，都同佢哋3個人嘅 DNA 唔吻合。雖然係咁，但係 Sean 警探依然認為佢哋3個人就係兇手。佢隱瞞咗 DNA 報告，並對外公布 Kiana 就係嫌疑人。之後佢仲時不時上門揾 Kiana 問話，搜查佢嘅屋企，有時仲會直接拎住搜查令去到佢嘅公司揾佢，為佢嘅生活帶嚟咗好多嘅不便。每當 Kiana 出門嗰陣，大家都會喺佢嘅背後指指點點。佢個仔亦都喺學校俾人說三道四。最離譜嘅係，有人仲會寄信俾佢，鬧佢同埋佢個仔，指責佢哋都係惡魔。無奈之下， Kiana 唯有辭咗份工，幫個仔搞退學，並搬到其他地方住。但係 Sean 警探依然冇打算放過佢，佢繼續喺公開場合話 Kiana 就係嫌疑人，破壞佢嘅名聲。喺忍無可忍嘅情況之下， Kiana 揾到咗當地一份報章嘅總編 Matt， 希望 Matt 可以為佢發聲。Matt 對 Sean 警探一啲都唔陌生，因為佢哋嘅報章一直以嚟都喺度報道 Sean 警探同埋佢嘅前上司 Kyle 警長嘅事，指責佢哋腐敗無能。事實上，報館一直以嚟都有收到小鎮居民嘅反映，話 Sean 警探同埋 Kyle 警長非常唔盡責，仲經常阻礙案件嘅調查。Kyle 警長最終仲因為濫用職權喺證物度偷取毒品而被判入獄。總編 Matt 好快就揾到咗 Sean 警探隱瞞 DNA 報告嘅證據，並將呢件事報道咗出嚟。事情曝光之後， Sean 警探即刻被停職調查，最終佢因為篡改證據而被判入獄2年。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即刻派咗 Chris 警長過嚟接手調查 Hector 案。呢個時候，距離 Hector 遇害已經過咗2年時間啦。Chris 警長決定由零開始重新調查呢單案。首先，佢再次調查咗 Hector 嘅前女友 Carmela， 最終都係排除咗佢嘅嫌疑。之後佢亦都排除咗 Kiana、Omar 同埋 Kerry 嘅嫌疑。佢哋3個人都唔認識 Hector， 亦都從來冇見過佢，更加冇動機殺害佢。Hector 指甲入邊嘅 DNA 亦都證明咗佢哋同案件無關。
之後 Chris 警長調查咗 Hatter 嘅社交媒體同埋電郵賬號，佢根據 Hatter Google 賬號入邊嘅 GPS 記錄，知道咗佢喺案發當日嘅行蹤。案發當日早晨6點半，亦即係 Hatter 離開工廠嘅13分鐘之後， GPS 記錄顯示佢嚟到咗距離工廠幾公里外嘅一間拖車房屋。經過調查之後，屋主係一個叫做 Daniel 嘅男人。Daniel 係 Hatter 嘅同事。巧合嘅係 Daniel 喺案發前一晚亦都係返夜更，並喺第二日早晨同 Hatter 差唔多同樣時間離開工廠。於是警方即刻揾嚟咗 Daniel 問話。Daniel 表示自己同 Hatter 只係點頭之交，對彼此都唔熟悉。雖然 Daniel 聲稱自己同 Hatter 唔熟，但係佢就有出席 Hatter 嘅喪禮，仲喺眾籌網站度捐咗125蚊美元，並寫低咗一段留言。睇起嚟佢哋並唔似係點頭之交。之後警方要求佢提供 DNA 樣本，佢一口就拒絕咗。呢個時候 Chris 警長知道 Daniel 應該就係佢哋要揾嘅兇手。無奈之下，警方唯有申請手令，強制 Daniel 提供 DNA 樣本。喺等待 DNA 檢測結果嘅同時， Chris 警長發現原來喺 Hatter 遇害嘅冇幾耐之後，一名工廠嘅員工曾經 send 咗一封電郵俾 Sean 警探，話佢懷疑 Daniel 就係兇手。不過 Sean 警探當時將全副心機都放喺調查佢自己認為嘅3個嫌疑人身上，根本就冇調查過 Daniel。幾日之後 DNA 檢測報告出爐， Daniel 嘅 DNA 同 Hatter 指甲留低嘅 DNA 吻合，於是 Daniel 馬上被逮捕。與此同時，警方亦都搜查咗 Daniel 嘅拖車，雖然佢哋冇喺入邊揾到手槍同埋子彈，但係就發現拖車入邊嘅地板都係新嘅，而更換地板嘅時間咁啱就係 Hatter 遇害之後嘅幾日。警方相信拖車就係第一案發現場。喺 Daniel 作案之後，拖車嘅地板留低咗彈窿同埋血跡，為咗毀滅證據， Daniel 先至會換上新嘅地板。另外，警方亦都喺拖車嘅夾萬度揾到咗好多女性嘅底衫褲，同埋一啲佢同唔同女人一齊拍攝嘅不雅影片。除此之外，警方亦都喺 Daniel 嘅牙醫嗰度得知 Daniel 喺 Hatter 遇害嘅3個月之後嚟到咗診所補牙，當時佢斷咗一隻牙，隻牙仲用強力膠黐住，相信係被 Hatter 喺反抗嘅時候打斷嘅。喺 Daniel 被逮捕之後，小鎮入邊有10個女人聯絡咗警方，話佢哋之前都曾經被 Daniel 性侵過。呢啲受害者之前都冇報警，因為佢哋都為自己嘅遭遇感到尷尬同埋羞恥，所以先至會一直選擇沉默。Daniel 就係睇中咗佢哋咁樣嘅心態，所以先至會繼續肆無忌憚咁犯案。警方推斷 Hatter 喺案發當時因為事業同埋感情都遇到咗阻滯，情緒非常低落。Daniel 認為佢只要喺呢個時候稍為關心下佢，或者就可以得逞啦。於是佢約咗 Hatter 嚟到佢嘅拖車。Hatter 當時仲以為佢揾到咗一個可以傾訴嘅朋友，佢並唔知道 Daniel 另有居心。之後 Daniel 撕下咗假面具，想要性侵 Hatter。Hatter 極力反抗，佢抓傷咗 Daniel， 並打斷咗佢隻牙。Daniel 一怒之下就開槍殺死咗佢，跟住佢將可能留喺 Hatter 身上嘅證據全部處理咗，並將佢放入車尾箱，再停喺公寓嘅停車場。Daniel 喺作案之後仲可以咁冷靜咁處理遺體，呢一點令警方認為佢可能唔係第一次犯案。經過調查之後，警方認為 Daniel 好有可能同6年前嘅一單案有關。2009年 Daniel 嘅前女友 Leanne 被發現倒斃喺屋企度，佢嘅心口中咗一槍，身邊仲放住一支.22口徑嘅步槍。當時警方認為 Leanne 係自殺嘅，不過 Leanne 嘅妹妹一直以嚟都唔相信家姐係自殺㗎，因為佢嘅家姐對槍有恐懼感，佢嘅屋企冇槍，更加唔可能會吞槍自盡。
Chris 警長之後亦都重新調查咗呢單案，可惜並冇足夠嘅證據可以證明 Daniel 同呢單案有關。喺 Hatter 案開審之前， Daniel 為咗逃避死刑而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最終 Daniel 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